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向酷酷。现在是北京时间2025年3月20日的下午5点40分，我刚午睡起床，然后看到了一个让我非常气愤的新闻，就是今天下午香港航空的一个航班因为客舱失火，不得不备降福州，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恶性的事件。我在这边可以99.99%的肯定，就这一次的客舱失火是因为乘客不按规定的私自在使用充电宝给他的可能是手机，可能是一些别的电子设备进行充电，就是锂电池充电宝。在我们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是没有办法保证它在高空使用是安全的，它很容易自燃。就你问我有没有可能它没有用它燃了，有可能，但概率非常非常的小。大概率是因为乘客他私自使用了，然后因为我们目前的科技的限制，所有的量产的这个充电宝它都是存在高空使用以后会突然发生火灾这样的风险，这是事实，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去接受，甚至说，在很多年前，拍摄中国机长的时候就应该给所有的这个电影观众普及的一个常识，但是他们没有做，然后后面很多次的机会都被错失了，就直到这一次可能又上了一个热搜，但可能真正关心的人又不太多，但是我苦苦在这儿一定要跟大家就是强调这一点，就是好的充电宝它有，但是你在高空当中使用就存在这样的风险，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配合各种各样的公司的规定，然后去配合有很多血内教训去不得不去遵守的这种要求，就是有些是存在问题的，就比方说，坐在最后一排，包括坐在头等舱最后一排的那个位置，你起飞降落的时候，你的座椅到底要不要调直？这个我一直是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最后一排后面是没有乘客的，无论你的这个座椅直或者是往后倾，都不影响任何人。就这个是一个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你在飞行过程中不要使用充电宝，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大家如果发现了有人偷偷摸摸的把充电宝插上，对吧？这个也是必须要去及时制止的，或者你没有办法制止，你找空乘，空乘没有办法制止，你们就找安全员。就是这个锂电池失火，你如果暂时不可控的话，没有办法把它放到这种金属的箱子里面进行浇水持续的降温，那它就会不停的复燃。你再怎么去灭火没有用，它就是这个属性，就只要温度达到一定的这个温度，它就会复燃，而且是持续不停的复燃。就是对于锂电池充电宝这样的失火，最有效的方案就是把它隔离出来，放到金属的像坚果箱啊、干果箱，就是飞机上有很多那种烤箱嘛，它是有这种金属的东西可以把它放进去，然后倒水，这样就不需要说我要不停的浇它会漏掉的水。然后像这一个事情就很尴尬，它应该是在客舱中间，没有办法说及时的发现，然后把它拿出来。可能刚开始看到的时候就已经不太好隔离了，那就没有办法，就索性啊，他的这个飞机没有满载，如果乘客非常多，然后大家都很恐慌，那可能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流动都会导致飞机中心的更改，然后可能有很严重的这种后果，就如果所有人都往前或者是往后的话，这个飞机是有立刻失去控制的这样的一种风险的。就可能对于这种单通道的飞机来说还好，如果是双通道，大家都恐慌，这个是有空难的案例的。然后今天是3月20日，我很不知道该怎么说吧。然后这期视频单纯的是想大家多一些科普，就包括随着我们的全球变暖。越往后面的话，我们不可监测的飞行员没有办法通过
仪器，就是雷达以及眼睛去发现的这种晴空颠簸也会越来越多。就希望大家能遵照我们航空公司，包括空乘人员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在你没有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把你们的安全带系好，然后真的不要再偷偷的使用充电宝了。你如果真的需要充电，然后你坐的这个座位它没有办法去插那个插头，你可以向乘务员提出你的这种正当的要求，不要偷偷的使用充电宝。这个是受限于我们当今的科技，对吧？它没有办法去立刻的改变锂电子，它就是特别活泼的一种性质。然后包括我们当前充电宝的这个技术，确确实实在高空中使用是存在很大的风险。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是可以管控好自己的这种欲望，自己的这些行为，对吧？有想法是有想法，但不代表说要如何。我觉得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旅客导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备降、迫降，或者说是这种事故，旅客大概率不需要负责，他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还原一个真实的情况，那他就是赖，对吧？他说我没有充电，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在私自充电呢？这个就很难。就包括现在中国民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事情真的出来之后没有人负责，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吧。然后希望之后这些都会有改善。然后另外我还要再重复一下，就是很多人说因为飞行员存在很多就是这样那样的这种风险，然后要大力的推进 AI， 推进这个自动驾驶。那我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一旦这个事情没有人负责，飞行员他好歹跟大家在同一架飞机，双人制的机组在目前来说就是绝对的很安全。如果是人想不开导致的事情，这个没有办法，那应该是想着怎么让这两个人，对吧？驾驶舱的这些人他想活着，而不是说我要用机器去取代人。一旦机器取代了人，那就更没有人负责了。机器是会故障的，机器是会损坏的，金属是会疲劳的，就是一切东西都没有人靠谱。起码人他跟你是一个同一种物种，你们都只有一次生命，而机器它不是。然后真的如果有这种人工，就不需要人工，完全自动驾驶的这种客机的话，大家自己想一想，这架飞机如果被黑客黑了，它是筹码还是个交通工具？如果它发生了一些故障，它是还能像在地面的自动驾驶一样在地面上好好的待着，还是说它完全的不可控？所有人的性命都不知道在谁的手上。任何的有限公司它是有限责任制，任何的这种机构他们所批准的这种东西，其实是没有一个人真正为其负责的。就如果把人命想的那么简单，把一架飞机几百条生命想的那么不值一提，那你大可以让你的这种求人得人嘛，你可以让你的这种家人朋友，包括你最看重的东西，你们一起去做这种根本没有人去负责的人的这种载人客机，没有问题。然后我今天这个视频就是这样，可能现在戾气有点重，但是因为确实我很生气，然后明天又是非常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的一天吧，那就先这样，拜拜各位，拜拜，期待能昭雪，期待死者能瞑目，拜拜。